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，好，才能走到终点。今天慕名来汉阳找一家热干面啊，这家热干面上过湖北台，上过中央台，然后老板是一只独臂，在这里做热干面做了30多年，就是这一个小店。他这个店在这个汉阳应物大道的旁边，这个门面不是很大啊，上面写了一个老字号元益红油热干面。现在早上的8点半钟，因为它的屋里看起来比较小，都是在外边坐着吃的。做热干面，收了。大哥，你这是一碗热干面，配一个蛋饺，这多少钱呢？啊，哦，蛋饺卖2块5，然后5块7块5。你这个热干面吃多少年了呀？在他们家？是啊。啊。至少5年，天天吃。天天吃啊？天天吃。它最大的特点。下来了没有？挺饿。耐饿是吧？这时候吃完这，中午可以，不吃饭都可以。哟，这个吃完之后热干面就基本上就是很干净是吧？就没有什么汤汁啥的。啊，这个热干面你吃多少年了？好几年了。哦，别的热干面不好吃。当然有名誉啊，70年。那你在这吃了很久呀？我这起码吃了20年。吃了20年。特别我们那个年纪的，老热干面习惯了。阿姨，你在这吃多少年热干面了呀？20年了。味道怎么样啊？味道就是好了，我到他那里都不买，我跑他那里买。哦，走很远过来买。他这个店面不是很大，只有20-30个平方吧。大姐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热干面是吧？这个热干面感觉比平时吃的热干面要粗一点。我们家就是一直卖粗面。粗面是吧？不卖实面。这是不是老武汉的这种热干面呢？比较粗的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粗面。上面的招牌老字号元记热干面。进来的时候电视里面就播放了他这个老板的一个视频在这里。上面是一个牌匾，老字号元记武汉热干面大赛最具创意奖。来，他当工作来。这对于热干面来说非常重要的工序，所有的所手工艺啊，从来都没有时光出现到。老板动作好熟练，几个调料已经打得很熟了。70年的功底了。你从哪一年开始做起热干面的？87年。87年到新做了50多。8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87年做寿司。啊。做寿司基本上就34年。34年是吧？好了，这个元记就是大哥你姓袁是吧？不许。就是当时做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这个手臂没了是吧？好。87，我这个手搞的都是实际的呀。正经单位的时候，就没这个药啊。哦。然后我们就在社会搞到生产。当时就没有办法是吧？要生活。要生存，在社会搞到就配在社会搞到干。我在汉阳那里做了31年，我在武昌开了3年。其实我最早的营业执照是83年都有了。哦，83年就有了。就是居委会给我办的。那这么多年，你也就是做那也没有想过，比如说搞加盟啊、搞连锁啥的。没得那个想法，因为自己有个水平，自那个加个馍嘛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。但这么多人来吃的话，觉得还是认可你的味道了呀。哎，别个都是老干老放啊，吃了几十年。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凭良心做了个失败。良心。东西一定要做好，就是原材料要好。就是做，其实说穿了也就是些普通东西。啊。就是问题是你追求不到那个味道。你这热干面加不加卤水啊？不加卤水，不加卤水那就是传统的热干面了。哎，就是干老武汉热干面都是不加卤水的。哎，它问题是它必须它要再加一点。
其实这个加螺旋跟不加螺旋呀，其实是一个道理。我就说的，就是有蛮多人他就误解有些事情。以前老热干面的话，他为么这么多螺旋？他就是下面的时候是一灭老子，他都带了点水出来了，带到碗头里，它就起了个好拌的作用。我们目的不是做口水凉面的，不是口水凉，我们做老凉面。哦，武汉的这个。武汉的凉面。这么多年，就是你这就是用这个右手调味的话，有没有影响？已经没有了，不存在，不存在是吧？已经练出来了。一个时候擀面都是我来擀的。哦，擀面你在擀？擀面也是我自己擀的。哦，面还不是别人是擀好的。我们屋里从不要别个擀面擀好的，2点半钟起来擀。2点半，就是你来擀。哎，那蛮早啊。我看那个电视上放的那个节目是以前采访你的。这是铁人武汉，但是中央电视台啊，都来采访过。不过我们武汉电视台、湖北电视台、中央台都有。我们只是蛮普通一个小店，只是做的时间长一点，但是是一个老武汉人，头子头长，反正做这么养家糊口的一家人。是不是只做热干面，不是什么牛肉面啥有吗？也有，是吧？带着做，带着做。那一天做到几点钟了？做到一般都10点半钟。10点半钟。我们做的热干面，最起码我们小时候是个么味道，我们就追求的是那个味道。因为我从小吃热干面长大的，是大了之后的粥也要往那个方向那个味道靠啊。那你等于说是你做30多年这个开这个店的话，就是你的小孩都是一开始就是靠这个店是吧？对，养大他们。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。都成家立业。老板说他们家的凉面也是他们传统的武汉味道。今天先吃一碗他们家凉面。凉面的话就是比较细的一种面。这凉面里面放了大头菜、海带，还有火腿肠、冰冰。吃完之后，它这个碗底没有汤汁啊，也没有芝麻酱什么的，只有一点点红油。这种传统武汉热干面的话，在武汉很多人还是喜欢的。热个豆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喜不喜欢这种味道啊，比较干。